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人物会馆的频道。很久没做模型了，做模型要做很久。今天来为大家开箱组装的是由日本 Playz 公司所出品的少女战车 M3 战车模型，大喜学园的兔子队，没错吧？加大喜学园兔子队的人偶模型。开箱吓一跳，盒子好大。为了产品的标准化，这个做法可以理解。这一系列的少女战车模型，战车本体都是使用其他厂牌的，搭配重新绘制的合绘以及说明书。Playz 取得版权贴牌发售，因此价格会比一般正常的战车来得贵。这就是动漫 IP 所带来的情绪价值。看看说明书上那精美的美少女人头，陪着你半夜做模型，让你感觉做模型不再孤单。不要瞎掰好吗？按照动漫的设定，粉红色的涂装水贴是用不到的，有点可惜。可以再去买一台田宫的来做绿色涂装，应该是不可能会发生了。再来开箱人偶模型，这是 Playz 委托 RC Berg 工作室所生产的树脂人形，比战车本体要贵很多，一共有6只，还有眼睛水贴，每一只分件给我分成这样，真的是应该会很痛苦。先开爆战车本体，经典橡胶履带，没什么好讲的。我已经20多年没做过战车模型了，不知道现在发展成怎样。这老模在当时应该算是相当好的。1974年田宫的老模，51年的历史，可能比很多观众还要老。小零件没有什么毛边，状况看似相当不错。再来看看车壳底盘，看起来没什么问题。看看车壳细节，铆钉和刻线都还很清楚，50年的老模就不挑剔了。板件中规中矩，比不上现今一大堆细节零件的模型，但对于初学者相对友善。50年的模型没有毛边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再来开箱人形，这个就对初学者不友善了。这个是名牌跟扑克牌的零件，还好人形是分开来，一个板件一尊，不然会搞不清楚谁是谁。这么小要分件成这样，辨识度实在是不高。看一下外包装的年份，好像是2016年，那时候 3D 列印还没普及，这应该是手雕的产品。产品有些毛边，这个工作室的翻模技术可能普普。重中之重的眼睛水贴，我现在已经不想涂这种小眼睛了。开始动手组装。战车模型重复率最高的零件，不是履带就是轮子。准备一些工具让处理可以更方便。用电动雕刻机像车床一样打磨轮子真的很爽。轻松打磨完成。继续组装悬吊系统，虽然没有毛边，但分模线和断层还是有的。组装没有难度，轻松完成6组悬吊。这排气管有点简陋，没啥细节，不过做完以后也是盖起来看不到，就不想去加工了，连分模线都懒得修干净。这边需要将底盘撑开，整个塞进去。
说明书说这里要补洞，因为想保留车体的原色，所以舍弃用补土，直接用废料来填补。一方面也怕补土会收缩产生痕迹，所以想采用这个新方法试试看。车灯的护弓另外一边被我弄丢了，所以用胶板描形状来土炮制作。我对用胶板制作零件不是很熟悉，不过幸好它原本的造型也没那么精致，所以就随便做做。就是这里，另一半断掉被地板吃掉了。比对一下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这片长方形是靠这2条肋条定位的，要小心组装顺序以及别装反。一些零件没有卡榫定位，需要靠自己对齐位置粘合。夹足履带，底盘就这样完成了。为了符合动画造型的设定，所以车身上有很多洞要补，一样就是用废料或者是不用的零件，加上无缝用的高流动性胶水来熔填补。反复的将填补材料融化，再用工具压平。要填补的地方比想象中的多，花费了不少时间。这个不知道粘什么零件的缺口，补完后上面缺2颗铆钉，只好再用废零件制作2颗铆钉。小心用笔刀切削调整大小，小心打磨高度。再用胶水融化切削打磨产生的棱角，让它圆润一些。看起来还是比原本的铆钉大一些，但上色以后不讲应该看不出来。其他的洞也补得差不多，切小一下再来打磨。这时候这种小型圆形打磨海绵就非常好用，不怕磨到铆钉。为了磨这一台特地去买的。现在做模型很幸福，我们小时候都没有这种工具。我嘞除了补洞还要削肉，这应该是机枪口的位置。动画应该是为了作画方便去省略这些细节的吧。削完还有凹槽要补。官方的制作范例也太混了吧，说明书上该补该切的都没有做。
还有这个孔盖零件也要切掉，这应该也是为了要符合动画的投篮。为什么另一个就不用切？请知道答案的留言给我。组装竹炮，这个挡板要小心，不要粘死可动的地方。这里也没有任何卡榫定位，蛮奇怪的。直接这样靠上去，然后靠了这个挡泥板，盖住可动的轴心。要小心判断，不要粘到可动的部位。侧边舱盖可以卡住，可以做开启的状态，可以把它当成可动。车体的部分完成，开始组装炮塔。炮口还是要开一下孔比较好看。车长塔的舱门可以选择开启或关闭。炮塔是分膜线断差比较严重的地方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组装失误，这里的缝有点大，一样用废料来填补一下。对这个车体镂空有点介意，切一点胶板来遮盖一下。切的有点2266，反正不显眼没关系。组好车体来组人形，树脂模型一定要先用洗碗巾洗过泡过。有6个，要仔细核对一下谁是谁。小心剪除汤口跟分模线，这么小很容易把细节给切掉。
这零件小归小，组合的契合度还是不错的，可以顺利的粘合上去。刘海不能粘，因为会直接影响到眼睛水贴跟脸部涂装，要涂装完才能粘上去。每一只都是这样分件，示范一只就好。宿主完成摆盘，车体有斜度还是得靠人钉胶来固定一下。这应该是呈现他们在动画场景里面玩牌的样子，是出自于哪一集？可以留言告诉我一下。这部动漫也只有在 MOD 看过剧场版，并没有很熟悉。这期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敬请期待下集涂装篇。